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唬的老车。相信经常看老车视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国内奇幻玄幻类的题材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我有没有好感倒无所谓，因为人家能播出来吧，自然有人家的受众。我呢，只是向大伙说出我自己的想法而已。因为上期我说《大梦归离》的时候，也和大伙说过，就是国内这类剧吧，去掉古装和特效，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偶像剧。当然，对于那些从来都没有看过偶像剧的朋友吧，可能还好点，至少你不会觉得千篇一律，动不动就是神仙爱神仙，神仙与魔头之间的虐恋，还有像千古绝尘那种张口闭口就几千几万年的，还有那些离谱到神仙也讲血统论的。总之就是剧情不是没新意，就是没逻辑。应该这么说，在我看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永夜星河》的时候，我也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的。可能老观众也知道，虞书欣演的戏吧，我也说过不少，像什么云之羽、月光变奏曲，包括苍兰诀，还有丁禹兮这边也是什么春闺梦里人呐、七之吉祥，我也都说过。但是我从来我也没夸过，因为他这里面吧，从剧情到制作上都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再加上这次虞书欣和丁禹兮的合作呢，也是第2次合作，所以我对这部《永夜星河》也没抱什么太大的期待。而且在我看这部剧简介的时候吧，也觉得它和《大梦归离》那种剧的剧情都大差不差。可能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啥呢？就是虞书欣这边继续沿用她的甜妹人设，而丁禹兮这边呢，继续沿用她冷面霸总的设定罢了。应该说，这就是我在看这剧之前对这剧的一个整体的印象。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在我看了这剧之后吧，我完全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看这种剧的时候，一般15集左右，我就知道这剧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了。剧情好不好呢？我心里也有数了。但是这剧呢，我看了20集，愣是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当然，我都不是为了挑毛病去看的20集啊，而是这剧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就把20集给看了。也就是说，他这剧能注水的地方确实也不多，剧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紧凑的。当然说了这么多呢，咱们还是要说一下此剧的歌词大意，然后再从剧情、角色和制作上谈谈这剧到底行不行。首先，故事呢发生在一个苦闷的上班族，也就是咱们女主林妙妙的身上。而她呢，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看网络小说。这不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压力，她就在网上当起了键盘侠，吐槽起了她正在看的那本小说。结果不料，就在她吐槽的时候，被电脑意外拽入到了书中的世界，也就是咱们所谓的书川。但是这部剧呢，它又没有像传闻中的陈芊芊呐，还有我的反派男友，还有什么绞肉人间月这种书川剧本这么流俗，而是摇身一变，让电脑系统把这个剧本变成了一个游戏。也就是说，女主林妙妙穿越到了一个自己看过的小说里，而这个小说呢，还变成了一个游戏。然后女主需要在这游戏里完成一系列的主线和支线任务，才能回到现实当中。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田耕记》或者说《上载新生刀剑神域》那种剧似的。而这部剧的主线呢，也是在讲从女主一开始想快速跑完剧本回到现实，再到她慢慢舍不得离开这里，与这里的 NPC 产生爱情和友情的过程，也就是咱们男主和女二、男二这3个捉妖师。应该说整部剧的剧情差不多就是这么个事儿。而捉妖这件事儿呢，并不是这部剧的主旨，它其实就是女主回到现实当中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仅此而已。而全剧的侧重呢，也是在主角4人这一路下来的心态变化上。当然，我前面不也说了吗？咱们今天呢，要从3个维度来说说这剧到底好不好看。所以剧情逻辑、角色塑造加上制作这3点是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但是咱话又说回来，这剧的剧情逻辑呢，又是这剧最不重要的地方。因为吐槽剧情这件事儿呢，都不用大伙干了，女主自己就干了。你想想，女主是怎么进来的？她就是因为把这本小说吐槽的体无完肤，她才进来的。而她进来之后吧，也没少对剧里面的脑残桥段进行吐槽。不仅如此，她还通过自己去影响剧情的走向，然后让情节更加的人性化。例如，你看女主把柳福一这样一个中央空调改造成了一把扇子，然后呢，她还把男主这样一个傲娇解控改造成了一个纯爱战神。应该这么说，在主线上吧，我就没看到什么剧情 bug。反正这剧的主线也不需要你找漏洞，因为剧本这边会故意把 bug 演出来给你看。这不，由于女主自身的影响偏离了主线，所以她抵达了这个游戏的边界，导致乱序错误。虽然说后面这个游戏
戏的漏洞修复了。但是他这个剧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这就是个游戏，也没必要那么较真儿。所以说这剧的剧情逻辑问题吧，我倒不是那么担心。而且这剧还有一点我也比较欣赏，那就是终于有一个剧不是所有人都围着男女主转了。相信看过同类型《田耕记》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那里面就是除了男女主以外，其他人的工具人属性特别明显。当然这也不是《田耕记》一个剧的毛病，应该说绝大多数古偶剧都犯这个病，就是啥呢？主角人物塑造的特别饱满，然后龙套角色就不用心了，可以说与主角团队的人物塑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永夜星河》这个剧呢，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可以说上到用情至深的水妖眷侣，下到游走于朝廷和民间圆滑处事的捉妖师，应该说在角色的饱满程度上一点都不亚于主角团，所以说这才是一个优秀电视剧的一个表现。而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这里面角色塑造的问题了。应该这么说，你要说主角团的演技有多好吧，那都谈不上，因为这剧除了玉树心以外，其他人用的也都是配音，而你用了配音呢，就别谈什么演技的事儿了。反正我是没听过哪个演话剧的或者哪个演好电影的用配音。当然你要说粤语演员吧，那都情有可原。总之咱先不说演技的事儿啊，就单从演员的长相和角色的契合程度上，这剧做的还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杨世泽演的这个柳福一，表情确实像中央空调似的，真的那个劲儿演的恨不得我都想怼他一杵子。而男主丁禹兮和女二朱旭丹呢，咱不能说演的有多好，但至少演的没出什么毛病，表情管理也够用。可能这剧唯一有突出表现的吧，就是饰演女主的玉树心了。应该这么说，玉树心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亮点，但是我不认为他就一定非要去演那个甜妹儿。虽然说他演云之羽的时候吧，也做了另一种尝试，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更适合这种古灵精怪的人设。因为甜妹儿这个东西吧，你演一次两次可以，但时间长了谁都审美疲劳。说白了，张若楠和吴倩之前也演过甜妹儿，但是你看人现在演吗？不演了吧？所以我感觉玉树心演灵妙妙这种角色呢，指定要比甜妹儿要强。当然说到这儿吧，有不少人就把苍兰诀给搬出来了。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苍兰诀有多好，我之前呢也做过吐槽。当然咱客观的说啊，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看过苍兰诀的动漫，所以我感觉他人物的饱满程度和剧情上确实也不咋地，至少在剧情上没有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永夜星河强。不过我这可不是说拿别的平台的剧拉踩，你像和苍兰诀同平台的奇幻爱情剧也有好的，例如什么天外飞仙啥的。所以说老车说到这儿呢，也只是就剧论剧，而且苍兰诀和永夜星河也都是一个编剧，所以说老车也不属于拉踩。当然我为什么夸这剧吧，也不光是前面那些原因，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女主在剧中所制造的蝴蝶效应，以及男女主水到渠成的爱情。不信你看啊，女主始终都是在规则之内用不破坏主线的决定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心态，她其实并没有强行改变剧本，而是游戏中的 NPC 呢心态上都起了变化，从而导致的结局不同。而这剧在男女主的爱情线上呢，也是并没有像其他剧那样生拉硬套的把两个主角强行绑定在一起，而是循序渐进的从女主一开始单纯的就想跑完任务，到后来慢慢的爱上男主。可以说全剧直到18、19集男主才想起了表白，但是最招笑的是啥呢？他还没表白成功，因为这时女主被一个妖怪的手镯给控制住了。当然这也是这剧比较搞笑的地方，不过搞笑的地方也不止这一处。应该这么说，这剧的官方标签应该和大梦归离调换一下，其实永夜星河才是一个偏搞笑的剧，而大梦归离呢是一个偏爱情的剧。因为永夜星河有很多桥段确实也都挺搞笑的，而且包袱也都是直给的，所有人也都能看懂。例如女主在新手保护期一次又一次的被杀，还有剧中他们几对的 CP 大乱炖，包括剧中突然出现的明谢字幕，这都属于比较搞笑的地方。当然说到这剧的字幕吧，就不得不提到最后的制作问题了。应该这么说，这剧的特效吧和别的比不了，但是在国内的古偶剧里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了，起码人知道特效不足，我能靠动作来弥补。真的咱先别管人家打的好不好啊，起码人家这里面有点动作戏，不是那种单纯的法术对轰。当然刚才呢我还忘了说一点，就是这剧从整体上看吧，它剧情的反转做的也比较到位。应该说一个好的电视剧，你不能让人家看2集就能猜出来你的剧情走向。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非得看2集啊，有的看4、5集你也能看出剧情走向来。应该说那些和我一样经常刷剧的朋友对这种东西非常敏感，真的咱都不用举别的平台的剧，咱就说同平台的剧啊。你比如说漫长的季节，你能看几集就猜出来王响的儿子是自杀吗？还有像这种都市剧粉红女郎，你能看几集就猜出来结婚狂最后跟的是谁吗？真的就让你看8、9集你也猜不出来呀。同理咱们今天要
说的这个永夜星河也一样。反正我不知道别的朋友能不能看出来剧情走向啊，至少在我看这剧的时候，有些剧情反转我根本都意想不到。而你要说这剧的故事复不复杂吧，其实不复杂，就是一个苦逼上班族结识了书中3个捉妖师的故事。所以我一开始为啥说不知不觉我就看了20集呢？就是这么看的。也就是说，在这剧剧情平淡的时候，他用搞笑情节和剧情反转抓住了你的眼球，而等到高潮部分、煽情部分的时候呢，你也不可能跳过。所以说他节奏掌握的就比较合适。应该说他这个剧组在古偶剧里算是比较用心的了，尤其人家片头片尾还做成了像素风格，这也符合剧中游戏的这个设定。当然老车呢也不是说这剧就好的没边了，其实这剧吧也有2个致命性的缺陷。第一个前面我也说了，就是这剧除了女主之外用的都是配音，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而第二点呢，就是这剧的世界观塑造的过于庞大，又是天地玄黄捉妖师的，又是昆仑之巅，又是弱水之源的，结果捉妖没捉几个，直接就要研究打大 boss 了。这就说明啥呢？这就说明他的剧情有点赶。真的，你说你给自己留点后手，到时候拍个第2季也行啊。你就算这剧中是一个游戏，他也没有你这么赶呢。包括这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假景比较多，很多地方也都是用的影棚的假景。不过咱话又说回来，这剧在国内的奇幻搞笑剧里依然是能排上前几的作品。你要说什么天花板嘛，倒谈不上，但至少这是一个对得起观众眼睛的剧，也是一个对咱们女性同胞比较友好的剧。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